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韩国的工作访问进入第2天，外界注意到岸田文雄对于两国历史问题仍没有直接提及谢罪反省。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当面向岸田表示，必须摆脱如果不清算历史就无法推进未来的合作这种思维。相关言论又引发本国舆论的批评和不满，指尹锡悦忘记历史就是卖国。尹锡悦为何不顾民意反对，执意与日本进行屈辱外交？韩日不计前嫌，和缓关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展望未来，一直起起伏伏的日韩关系，这一次又能平稳多久？来看看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号在首尔以闭门形式与韩国6大经济团体代表座谈，共同讨论两国经济安全。双方还对两国共同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问题的方案进行了讨论。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8号也表示，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关人士将于下月访韩，与韩方科技部门就政府间合作进行讨论。报道指，近10年来，日韩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几乎为零。以7号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为契机，两国重启科技合作协商渠道。此外，韩联社称，韩日两国将于下月初举行防长会谈，探讨首脑会谈的后续措施。若能够促成，这将是两国防长自2019年11月后的时隔3年半举行会谈。岸田文雄在7号抵达首尔，对韩国展开为期1天半的工作访问。这是韩日时隔12年重启首脑穿梭外交。岸田文雄在提到过去的日韩关系时说，他对于当前严峻环境下给很多人带来非常痛苦和悲伤的记忆感到痛心。韩国政府此前公布强征劳工解决方案时，韩国国内就有意见指出，岸田没有直接提起谢罪反省，这与韩国强调的有诚意的回应有一定距离。韩联社报道指，此次访问韩国，岸田在对有关历史问题的回答中，只是表达了其个人意见。分析指，这或许是因为岸田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所领导的派系势力较弱，必须考量反对道歉的保守派的意见，但显然不能安抚希望明确道歉的受害者和韩国国内的反对舆论。而尹锡悦在7号的会谈后被问及政府解决强征劳工索赔问题的方针是否会发生变化，尹锡悦表示不会改变，并称这是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唯一解法。尹锡悦还表示，韩日两国必须摆脱如果不清算历史就无法推进未来的合作这种思维。有关言论很快在韩国受到舆论的强烈抨击，批评尹锡悦胡言乱语。韩国进步派媒体《韩民族日报》指责尹锡悦政府失去的是历史与和平，得到的却是老旧的理念。岸田与尹锡悦会面时，场外韩国多个市民团体举行集会抗议，民众手举写有“日本必须为不法殖民统治谢罪”、“中断对日屈辱外交”等内容的标语，谴责韩日首脑会谈，并要求日本撤回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决定，敦促韩国政府中断韩美日军事同盟。尹锡悦政府一味掩盖困扰双方几十年的历史和领土问题，改善与日本关系只是受到尹锡悦政府核心小圈子推动，不能获得民众认同。韩国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就猛烈批评尹锡悦对历史的遗留问题视而不见，完全无视国家历史，是进行屈辱外交。分析认为，任期只有1届的尹锡悦当前的媚日求美的外交政策，国内缺乏基本共识，未来显然难以贯彻。而韩日在美国施压下，所谓改善关系，并不会走得太长远。就是韩日之间的改善，它不是本质上的两国关系的这个历史的最终的和解，而是在一系列的这个现实性的驱动背景下，韩国方面做出来的这个单方面的让步，以及日本在涉及日韩关系的一些小部分的一些问题领域做出来的一点点这个妥协。所以从整体上看呢，随着这个韩国国内舆论的这个发酵和对尹锡悦政权的这个反抗，从这个持续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韩国对日或者说对美的政策该怎么走啊？我想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韩国国内政局的影响。华盛顿宣言是尹锡悦早前访美成果的文件之一。宣言称，美将通过扩大美韩核危机磋商，新增美韩军事训练和模拟演习，成立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美国拟向半岛附近海域机动部署战略核潜艇，对韩提供延伸威慑等。
尹锡悦表示，华盛顿宣言尚未完全成型，需要在共同策划、共同落实的过程中充实完善其内容。只要相关进程步入轨道，日方也在对美关系方面做好准备，可以随时同日方就此展开合作。实际上，日韩之间在这次讨论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没有达成实质性的这个成果。尹锡悦的这个表态呢，其实是在夸大这次日韩之间在安全领域上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尹锡悦方面把日本拉进来，那么整体上还是要说，美国在东亚地区构建的这个美日韩三边的这个同盟关系的雏形，是不是可以借着美韩之间的这个华盛顿宣言，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啊？可能有这样一个潜台词在里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号再次就华盛顿宣言表明中方立场。其他方可能参与华盛顿宣言开展合作的动向，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核不扩散体系，损害他国战略利益。希望有关国家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值得一提的是，在岸田出发前夕，日媒6号主动提起中日韩三边关系，称岸田将在与尹锡悦会谈时重申早日重启中日韩三国对话的重要性。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19年12月以来一直中断，如今随着日韩和解，日本外相访华，三国年内举行会谈前景如何引发关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中日韩理应共同努力维护政治基础，才能使三边关系健康发展。中日韩互为近邻，理应共同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致力于三方合作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尹锡悦在会见岸田文雄时表示，韩日两国必须摆脱如果不清算历史就无法推进未来的合作的认识，您是如何看？我认为这个说法意味着，为了所谓韩日关系的未来，尹锡悦已经准备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彻底采取和稀泥的态度。日本70多年来面临的历史包袱问题，有可能因此而被减轻。我们知道，在二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家，为了扶持日本跟中苏朝打冷战，彻底放弃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追责。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也因为得到了日本的经济援助，而在历史问题上放弃了对日本的追责。在整个亚太地区，真正紧咬历史问题不放，要求日本反省与道歉的国家只有2个，那就是中国与韩国。而且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形成的2打1局面，也是中国阻止美日韩军事结盟的重要抓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尹锡悦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不仅破坏了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口径与步调一致的统一战线，而且使得日本在所谓的迈向国家正常化方面摆脱了一个重要的包袱。尹锡悦在会见岸田文雄之后还表示，不排斥日方未来加入美韩华盛顿宣言的可能性。您对此是如何看？我曾经说过，过去几十年以来，尤其是自从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将美日与美韩2个单边的军事同盟联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个亚太版的北约。那么，随着2021年10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拜登以共同发表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的方式重塑了美日同盟，以及随着日前尹锡悦与拜登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将美韩同盟关系的战略目标从应对朝鲜扩展到了应对中俄朝，还有3月份尹锡悦访日重启了韩日情报交流协定，美日、美韩、韩日3对双边关系都因此而发生了化学反应。那么接下来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对3对升级了的双边关系联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三边关系，也就是要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了。在这种情况下，尹锡悦表示不排除日本未来加入美韩华盛顿宣言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路径已经是呼之欲出，即以美韩华盛顿宣言为基础，把日本拉进宣言中，
共同发表一个美日韩华盛顿宣言，作为三方结成军事同盟的纲领性政治文件。而且这样做等于是以美韩关系为主导，日本为辅，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尹锡悦在国内面对的反对声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将会为之展开协商。因此不排除接下来美日韩三国构建军事同盟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将韩日情报交流协定进一步扩展为美日韩军事情报交流协定，以及美日韩三国共同举办外长加防长2+2会议，都将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